你要少抽烟、少喝酒、少吃对身体不健康的食物，对吧？减少生病的机会。你看看那个幸运的人，他都没生过病，是吧？当然让大家尽可能少出门啊，也不是说要杜绝与别人的交流，反倒你增加和别人的交流机会。在交流过程中，你就会找到一些绿点，也能提前知道一点红点，对不对？就别人被诈骗了，你就知道，你就不会被骗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，你就可能被骗。但是你如果拒绝和所有人交往的话，你就既没红点，没有绿点，他都不会找上你。好，刚才说了如何减少不幸，现在我来讲讲如何增加幸运。这个最富有人一生连续遇到8次幸运的事啊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寻找绿点，怎么能做到呢？其实这里面有个核心问题，就是幸运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。英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理查德·怀斯曼，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魔术师，后来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啊，就去伦敦大学呢攻读心理学。毕业之后呢，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爱丁堡大学呢继续研究心理学，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，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啊。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就对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，就是运气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？为什么有的人会中彩票？其实我刚才说的实验，基本上证明运气一定存在。这个家伙就能一生不遇到坏事，连续遇到好事，这不是运气吗？肯定存在这么个东西，对吧？不信也是存在的。那个家伙一直遇到坏事，这不很奇怪吗？大家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存在，对吧？那怎么证明这个东西真的存在？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提高运势嘛。于是呢，他做了一个实验啊，他招募了上百个志愿者啊，可能分成2组。他怎么分配这2组人？就是他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特别幸运的人，还是比较不幸或者一般人？对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幸运，就这样分开。然后他对这2组人进行一个模拟彩票实验，就让这2组人买彩票，当然是假的彩票，他自己制作了一张彩票。在这之前，他猜测2个结果啊，其实都有可能。一个结果就是觉得自己幸运这些人，他可能真的运气就是好一点，就是这组人就容易中彩票，那组人就不容易中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觉得自己不容易中彩票，就自己不幸那伙人啊，有可能更容易中彩票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啊，我们这个频道曾经介绍过2个中彩票的人，一个中了6亿的叫畅田石，一个中了1.5亿的就是3个大云和尚。这2个人在中彩票之前都非常的惨，一个刚刚失业，一个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结果中了彩票，对吧？就会感觉什么，中彩票人好像在中彩票之前都要遇到什么大灾难之类的啊，所以他还觉得有可能啊，觉得自己不幸这伙人更容易中彩票。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呢？是平等的。就是自我感觉幸运的人也没有比自我感觉不幸的人更容易中彩票，大家几率是一样的。似乎感觉啊，运气这东西好像不存在。那么为什么这帮人会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呢？他就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实验哈，他做了一份报纸，这个报纸是模拟真的报纸做的，然后里边掺杂了一些图片。他让这2组人啊上这个报纸上找图片，说有多少张图片，你们数看谁数得快。结果发现啊，觉得自己幸运这组人啊找图片速度是觉得自己不幸这组人的速度的3倍，有的人甚至几秒钟就说出来这报纸里多少张图片，几秒钟，你报纸都没翻完他就知道。其实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报纸里边总有42张图片，你要数的话，真的得花2分多钟。这个觉得自己不幸这组人，大部分都花2分多钟数出来。而这张报纸反正其实用大文字写的，这些报纸上总共有42张图片，这就是答案，用文字写的。但是你让他找图片，他就注意不到文字了，就拼命找图片。但是幸运这组人，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字了，所以翻不了啊，42就回来了，几秒钟就回来了。所以平均下来速度快了3倍以上。甚至这些报纸上还写了些其他的字，比如说，如果你看到这句话，告诉测试的人，你就会获得10块钱奖励。哎，不幸这组一个看到都没有，幸运这组就好多人都看到了，那就获得了一些现金奖励啊。他通过这个实验结果啊，似乎感觉到一点，这2个组的不同了。哎，就是什么？他幸运的人啊，似乎啊洞察力更强一些，视野更宽广一些，而不幸的人啊，视野更窄，很容易钻牛角尖啊，或者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。让他干什么他就拼命干什么，注意不到周围的变化。他说这个其实不是一种能力，我刚才说洞察力其实它不属于洞察力的范畴，它更类似于一种生活的态度。就是觉得自己幸运的人啊，他不太注意生活中一些不幸，他只注意到自己幸运一些点，所以他会觉得生活中幸运事比较多，他也容易发现，就是说看似不是机会，他也都觉得是机会。而觉得自己不幸的人啊，特别容易关注到生活中不幸的点，本来挺幸运的事他就觉得啊这可能是平常，而遇到不幸的事啊我怎么又不幸了，容易悲观，所以造成他们俩心态不一样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态度，生活态度。但是测试里边那个人是真实的遇到了很多次红点，对，就说红点可能是人生中不可能避免的事情，来了你就只能接受，没来了你就运气了。但是绿点这个东西啊，是可以通过人生态度改变的。就说什么，这人生中啊，其实周围充满了绿点，你发没发现了问题？那测试那个人也没有碰到，因为测试我知道，测试那个是随机的，真的是随机，因为测试那个人啊不能动，不允许动啊，所以他能够获得怎样的命运真的是随机的。而这个第2个实验证明什么？就是说觉得自己运气好的，其实是有机会提高运势。怎么提高运势？就是说你周围可能有很多绿点，你平时注意不到，因为你视野太狭窄，你应该扩展你的视野，改变心态。这也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啊，就是说和运气好的人在一起啊，就容易运气好；和运气不好的人在一起容易运气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运气好不好不是能力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能力是不能传染的，而生活态度是可以传染的。所以运气好的人，他的这种豁达呀，他这种视野开阔，就会影响到你，就会让你豁达视野开阔，就会容易发现一些绿点。就说红点吧，避免方法我已经说了，少上马路就完了嘛。但是绿点怎么能更多？就是开阔眼界。就在这个实验里，绿点它不是隐性，是随机的，而现实生活绿点有可能是隐性的，就是这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没有发现，那就没机会了，对吧？只有红点你发现了怎么行？就是说，如果你红点比较多，运气比较不好，你就这时候你能发现更多绿点，也可以弥补这个东西。啊，这是改变运势的关键。而抓到更多绿点的关键是什么？就是开阔眼界，不能让自己视野太狭窄。这也和就说你不能够研磨自己的能力有关，研磨自己能力对一个单方向的不断的研究嘛，这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分散开，浅一点没关系，分散开，哎，看得更宽广一些的话，人生就会不一样。总结啊，就人生啊是需要努力的，但努力的方向需要注意，应该在注意安全、注意健康的前提之下呢，努力开拓视野，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人生的红点，增加人生的绿点。至于是否能致富，最终是要看命的，和才能啊、努力就个人因素其实没有太大关系。但是有很多人想要达到的人生状态，并不是有多么富有呀。啊，他这个只是用财富去量化人生的一种成功啊。当然，你可能追求人生成功不是这种形态，但终究需要一个量化嘛。你可以不理解为这是财富，对，你就理解为人生成功指数也可以。所以整体来说，这个世界对于有才华的人其实是不公平的。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。对你可能有更好的天赋，但不一定能够成功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，有可能是因为你太有才华。这个落差太大，说明他能力值太高。对，所以也不用太沮丧，你太有才了。